在无尽的岁月中，大慈大悲的地藏王菩萨掌管六道轮回，见证了亿万灵魂的转世投胎。而关乎人类最根本的性别之谜，禅宗六祖慧能与地藏王菩萨的奇妙际遇，揭开了性别选择与轮回转世的惊人秘密。原来今生的性别竟与前世的这一关键因素紧密相连。这些尘封的佛门秘辛将会颠覆你对生命本源的所有认知。唐朝贞观年间，一位名叫慧能的年轻僧人在嵩山少林寺勤修苦练。他出身贫寒，幼时父亲早逝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12岁那年，一次偶然的机缘让他听闻五祖弘忍大师讲经，当下心有所悟，告别母亲，决意出家修行。慧能天资聪颖，悟性极高，但心中始终有一个困扰他多年的疑问，关于人类轮回转世的奥秘，特别是关于性别的选择，究竟遵循怎样的规律？为何有人生为男子，有人生为女子？这是偶然，还是冥冥中自有定数？师父，我们死后真的会轮回转世吗？年少的慧能曾向弘忍大师提问。弘忍大师微微一笑，眼中似有万千星辰。佛法浩瀚，因果轮回乃是根本。然而，要真正理解轮回的奥秘，需要多年修行才能窥见一二。这个问题如同一颗种子，埋在慧能心中，日夜生长。多年苦修后，慧能已小有名气，但对轮回之事，他心中依然疑云重重。寺院藏经阁中的古籍提到，转世性别系于欲念，投胎之际已见父母。慧能读到这句话时，不禁陷入沉思。这意味着人的性别并非随机，而是与前世的某种欲念相关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灵魂在投胎前竟然已经见过自己未来的父母。这些说法在当时的佛教界也存在诸多争议。有些高僧认为这只是比喻，象征着业力的牵引，也有一些修行深厚的大师坚称这是事实，是他们通过禅定所见的真相。慧能决心求证这一奥秘，他选择了一处偏远的山洞，打算闭关修行，希望通过深度禅定获得答案。这座山洞位于嵩山深处，远离尘嚣。岁月如史，这天是闭关的第49天，午夜时分，慧能如往常一样沉浸在禅定中。就在这寂静之中，一种奇异的能量开始在山洞中涌动。慧能感知到这种变化，却并未睁开眼睛，而是将意识更深地沉入内心。当他的心灵达到空明的境界时，一个庄严而慈悲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：慧能，你求证轮回之秘的心意已达天听。慧能缓缓睁开眼睛，只见洞口处站着一位庄严的身影，身披金色袈裟，头顶宝冠，面容慈祥而威严，正是掌管六道轮回的地藏王菩萨。慧能立刻起身顶礼：弟子慧能拜见地藏王菩萨。地藏菩萨微微颔首：你诚心求法，心无旁骛，今日我特来解答你关于轮回转世的疑惑。山洞中的空气似乎都变得凝重起来，慧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气氛笼罩着这个简陋的空间。他知道即将揭开的秘密可能会改变他对生命本质的全部认知。菩萨慈悲，弟子最大的疑惑是关于投胎与性别的关系。古籍中提到转世性别系于欲念，投胎之际已见父母，不知此言是否属实？如果属实，其中的奥秘究竟为何？慧能恭敬地问道。地藏菩萨目光如同看透万古的星辰：慧能，这确实是轮回中一个重要的奥秘。今日我将带你亲见轮回的真相，特别是关于性别选择的机制。话音刚落，慧能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他的意识似乎离开了肉身，随着地藏菩萨飘向高空。山川、河流、城镇在脚下迅速缩小，转眼间他们来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。这里没有日月星辰，只有无尽的光与暗交织成的奇异景象。无数光点如同萤火虫般在虚空中飘荡，
每一个光点都散发着不同的光芒，这里是中阴身所在之处，亡者的灵魂在此停留，等待下一次轮回。地藏菩萨解释道，声音在这个无边的空间中回荡，慧能惊叹于这奇异的景象。在人世间的典籍中，对中阴身的描述大多模糊不清，而今亲眼所见，才知其壮观与神秘。为何有些光亮如皓月，有些却暗淡如萤火？慧能好奇地问道。这是因果业力的显现，前世积善之人，光明磊落；作恶多端者，则暗淡无光。光芒的颜色和强度，反映着灵魂的品质和业力。地藏菩萨解释道。随后，地藏菩萨引领慧能来到一个特别明亮的光点旁。现在我要让你看到轮回转世的全过程，特别是关于性别选择的奥秘。慧能专注地观察这个光点，只见光点逐渐变换出一个模糊的人形，那人形似乎具有某种意识，能够观察下方的世界。地藏菩萨道，众生在转世前会看到未来父母的交合之境，此时灵魂会因自身的欲望倾向决定来世的性别，这是转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。这是何意？慧能不解地问。地藏菩萨耐心解释，若灵魂对未来母亲升起爱恋之情，则会投生为男；若对未来父亲升起爱恋，则会投生为女。这正是欲念决定性别的奥妙所在。慧能震惊不已，难道说我们的性别并非随机，而是与前世的欲念相关？正是如此，人的一生从投胎那刻起，已有诸多因缘注定。前世的欲念种子决定了今生的性别，前世的行为善恶决定了今生的福报与磨难。听到这里，慧能不禁深思，如此说来，性别并非简单的生理现象，而是灵魂层面的选择。这与佛教所说的万法皆空似乎有所矛盾，又似乎蕴含着更深的智慧。似乎读懂了慧能的疑惑，地藏菩萨继续解释，你或许会想，若一切皆是幻象，为何还要谈论性别的选择？须知，正是因为众生执着于幻象，才会在轮回中不断转世。只有完全觉悟的佛陀，才能超越这一切。对于尚未觉悟的众生，轮回的规律依然运行，而性别的选择正是这规律的一部分。随后，地藏菩萨带领慧能观察了几个不同的灵魂转世过程。慧能看到，有的灵魂充满了执着与欲念，在看到未来父母的那一刻，立刻被强烈的情感所牵引；有的灵魂则保持着清明，对未来父母没有特别的情感波动。这些灵魂往往会根据前世的业力和修行需要来选择性别，这让慧能想起了佛经中关于欲望的教导。欲望是苦的根源，也是轮回的动力。正是因为欲望，众生才会在六道中不断转世，无法解脱。而性别的选择，恰恰反映了灵魂深处最微妙的欲望倾向。那些修行高深的人，能够超越这种欲念的牵引吗？慧能问道。当然，大修行者能够自主选择转世的家庭和性别，为的是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修行使命和度化众生的愿望。地藏菩萨解释道。然而，即便是修行人，若未能完全解脱，也会受到业力的牵引。他们继续观察着不同的灵魂转世。慧能注意到，有些灵魂在看到未来父母时，会表现出恐惧或抗拒，似乎不愿投生。为何有些灵魂表现得如此痛苦？慧能问道，心中充满好奇。地藏菩萨叹息，这些通常是前世与今生父母有恩怨的灵魂，冤亲债主往往会在轮回中相遇，有些是来报恩的，有些则是来讨债的。佛法中所说的父母恩重难报，并非虚言，许多灵魂正是为了报恩或偿还业债，才会选择特定的家庭投生。这让慧能想起了许多世间的亲子关系，所以有些父母与子女天生亲近，有些则天生相斥。正是如此，前世的因结今生的果。然而，无论是恩是怨，都是修行的机会，
都可以通过今生的行为来化解。这也是为何佛陀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，因为与父母的关系往往是过去世最重要的因缘之一。轮回的奥秘如同一层层帷幕在慧能面前揭开，他开始理解人类的性别、家庭、际遇看似偶然，实则都有深厚的因缘。而性别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身份标识，竟然与前世的欲念如此紧密相连。这一发现让他对佛法的认识更加深入。他们又观察了几位特别的灵魂，这些灵魂在投胎前似乎有着清晰的目标和使命。这些是什么人？慧能好奇地问。这些是发过大愿的修行者，他们选择特定的家庭和身份转世，为的是完成某种特定的使命。有的是为了弘扬佛法，有的是为了救度特定的众生，有的则是为了偿还前世的某种因缘。在他们的例子中，性别的选择更多是基于使命的需要，而非欲念的牵引。慧能若有所思，那么人的一生真的都是注定的吗？既然连性别都是前世注定，我们今生还有多少自由可言？地藏菩萨微笑着摇头，非也。虽然出生的家庭、性别、某些重大事件是由前世业力所决定，但每个人在每一刻的选择都在创造新的因果，今生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未来的轮回。这就是为何修行如此重要，它可以改变未来的命运。慧能又问，那么是否有人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轮回？只有成佛的人才能完全超越轮回。然而修行达到一定境界的人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转世，这就是为何有些大修行者能够预知自己的往生时间，甚至预先告知弟子自己将转世何处。随后地藏菩萨带领慧能来到另一个空间，那里有无数的画面同时展现，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个人的一生。这是什么？慧能问道，被眼前宏大的景象所震撼。这是因果档案库，记录着每个众生的前世今生。现在我让你看看几个特别的例子，了解欲望与性别选择的关系。第一个画面中，一个女子生前对富贵极度渴望，经常羡慕男子的社会地位和自由。死后，她的灵魂在看到未来父母时，对那位地位显赫的父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向往，于是投生为男。这个例子展示了对某种生活方式或社会角色的向往，也可以影响性别的选择。第二个画面里，一个男子生前沉迷女色，对女性有着强烈的迷恋和占有欲。死后，他的灵魂在观察未来母亲时，升起了爱恋之情，结果也投生为男，一生都在追逐女色，最终因此散尽家财，落得孤独终老。这个例子说明，某些欲望如果没有得到净化，会在轮回中不断强化，造成类似的命运模式。第三个画面中，一个修行者前世虽已有相当修为，但对美色仍有一丝执着。在投胎时，他的灵魂对未来的母亲升起了微弱的爱恋，投生为男。然而由于前世的修行，他今生很快觉醒，12岁便出家为僧，最终成为一代高僧。这个例子展示了，即使有些微的欲念，如果有足够的修行基础，也能在今生迅速觉醒并超越。看到了吗？地藏菩萨问道。欲望的种子决定了投胎的方向，修行的程度决定了能否超越欲望的束缚。这就是为何佛陀教导我们要修心，因为心是一切现象的根源。慧能深感震撼。那么如何才能在轮回中保持清醒，不被欲望左右？修行，修行，还是修行。地藏菩萨语重心长地说，唯有通过持戒、禅定、智慧的修行，才能逐渐消除心中的欲念，最终达到清净无染的境界。当心中再无男女之别，再无贪嗔痴慢疑，才能真正超越轮回。慧能又问，菩萨，您刚才说众生在投胎前能见到未来的父母，那么他们是否能记得这一切？地藏菩萨解释道，大多数人在穿过生死之门的瞬间，
会忘记前世的一切。这是一种保护，让众生能够专注于当下的人生，不被前世的记忆所困扰。然而，有些人，特别是那些修行深厚的人，确实能够记得一些片段，通常以梦境或灵感的形式出现。随着这些奥秘的揭示，慧能对生命的理解变得前所未有的深刻。他明白了，人类的性别不仅是生理现象，更是灵魂层面的选择。投胎不仅是生命的开始，更是前世因缘的延续。这些知识将彻底改变他对佛法的理解和修行的方向。夜深了，山洞中的油灯已经燃烧殆尽，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光芒。慧能仍在与地藏菩萨交流，探讨着轮回的奥秘。他知道，这次奇遇将成为他修行路上的重要转折点。从那天起，慧能的修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地藏菩萨的指引让他对轮回的理解不再停留在经文的字面意义上，而是深入到了生命的本质和灵魂的源头。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慧能忽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他发现自己正随着地藏菩萨穿越时空，来到一个更为神秘的境界。这里没有具体的形状和颜色，只有纯粹的能量流动，如同宇宙最初的状态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慧能惊讶地问道，感受着周围奇异的能量波动。地藏菩萨声音庄严而平静，这是识田所在，众生的业力种子储存之处。每个人无始劫以来的所有行为都在这里留下印记，等待因缘成熟时发芽结果。慧能看到无数光点在虚空中游动，每个光点都包含着无穷的信息和能量。这些光点并非随机分布，而是按照某种奇妙的规律组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网络。如你所见，每个光点都是一个众生的阿赖耶识，储存着无数前世的记忆和业力。当因缘成熟时，这些种子就会发芽，引导众生走向相应的命运。地藏菩萨解释道。慧能回想起佛经中关于阿赖耶识的描述，如来藏识，它是一切现象的根源，也是轮回的基础。今日亲见，才知其浩瀚无边。这些业力种子如何决定一个人的性别呢？慧能好奇地问。地藏菩萨微微一笑，伸手指向远处一个特别明亮的光点，让我们靠近看看这个即将投胎的灵魂，你就会明白了。他们来到那个光点旁，慧能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光点中包含着无数的画面，仿佛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全都压缩在这小小的空间里，有欢乐、悲伤、愤怒、慈悲、执着、放下，各种情感和经历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这个灵魂独特的印记。这是一个修行多世的灵魂，地藏菩萨说，现在他即将投胎，我会让你看到整个过程，特别是性别选择的关键时刻。随着地藏菩萨的话音落下，那个光点开始扩散，形成一个光球，光球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形。慧能够感受到，这个灵魂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状态，既有自我意识，又与宇宙能量相连，它既是个体，又是整体的一部分。然后，一幅画面在光球中显现，一对年轻夫妇正在床上亲密。那灵魂似乎能够看到这一幕，并开始产生微妙的情感波动。地藏菩萨解释道，看，这就是关键时刻。这个灵魂正在观察他未来的父母，根据其心中升起的感受，将决定投胎后的性别。慧能仔细观察，只见那灵魂在看到女性时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感连接，似乎是一种隐约的爱恋和亲近感。这种感觉并非粗俗的肉欲，而是一种更为微妙的能量吸引，如同两块磁石之间的引力。看到了吗？地藏菩萨说，他对未来母亲升起了爱恋之情，这将导致他投生为男孩。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情欲，而是灵魂层面的能量倾向。慧能若有所悟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生的性别其实是前世意识最后一刻欲望的反应？正是如此，性别并非随机，而是灵魂在投胎时刻的能量倾向。对母亲升起爱恋的，
投生为男；对父亲生起爱恋的，投生为女。这是轮回中的一个重要规律，也是众生欲念与业力相互作用的结果。慧能又问，那么那些没有特别欲念的修行者呢？对于高度修行者，他们可以超越这种自动的反应，根据自己的修行需要和救度众生的大愿来选择性别。地藏菩萨回答，这就是为何有些大菩萨能够在不同世中转换性别，完成不同的使命。比如观音菩萨能够根据众生的需要示现不同的身相，男相女相皆可。慧能联想到了自己对性别的感受，作为一个男性出家人，他从未特别思考过性别对修行的影响，但现在他明白了，性别本身就是修行的一部分，是灵魂旅程的重要元素。他们继续观察着那个灵魂的投胎过程。当那对夫妇的结合达到高潮时，灵魂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吸引，迅速融入女性的子宫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慧能清晰地看到，灵魂的能量与正在形成的胎儿融为一体，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。神识入胎的瞬间，前世的记忆开始封闭，婴儿的新意识开始形成。地藏菩萨解释道，然而前世的业力种子并未消失，它们将在适当的时机影响这个生命的发展。有些人的天赋、性格特点，甚至疾病，都可能是前世业力的显现。慧能又看到，在灵魂进入胎儿的过程中，有一些特殊的能量束缚着它，这些能量有的明亮，有的暗淡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。那些是什么？慧能指着那些能量问道。那是业力绳索，连接着这个灵魂与其前世有因缘的众生。明亮的是善缘，暗淡的是恶缘，这些绳索决定了他今生将与谁相遇，经历怎样的人际关系。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朋友、仇敌，很多都是前世的因缘使然。慧能恍然大悟，所以我们今生遇到的每个重要人物都可能是前世的因缘。正是如此，没有偶然的相遇，只有必然的重逢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今生若不化解，来世还要相见。这就是为何佛陀教导我们要慈悲对待每一个众生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前世的因缘。随后，地藏菩萨带领慧能观察了更多的投胎案例，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特点。有的灵魂因强烈的执着而迅速投胎，有的则在中阴身状态徘徊多时，等待合适的因缘，有的甚至能够自主选择最适合自己修行的家庭和环境。通过这些观察，慧能逐渐理解了轮回中的性别选择机制。他看到，欲望确实是决定性别的关键因素，但这种欲望并非简单的肉体欲望，而是灵魂深处的能量倾向和执着。这种执着可能来自前世的经验、偏好，甚至是未完成的心愿。菩萨，那么是否有灵魂能够完全超越性别的束缚？慧能问道。地藏菩萨点头，当然有。当修行达到一定境界，灵魂可以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概念，进入无性别的纯粹意识状态。这种状态下，投胎的性别选择完全取决于该灵魂的使命和愿力，而非欲念的牵引。这就是为何某些大修行者能够预知自己来世的性别和出生地。慧能又问，关于性别的选择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？除了投胎时刻的欲念外，前世的业力积累也会影响性别选择。例如，前世极度轻视或伤害异性的人，可能会投生为被他轻视的那个性别，以体验并理解那种处境。这是业力的自然平衡机制。地藏菩萨继续解释，此外，特定的修行目标也会影响性别选择。有些灵魂为了完成特定的修行或使命，会选择最有利的性别。在某些文化背景下，男性或女性可能更容易接触到特定的修行环境或知识。慧能陷入深思，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任何性别有所执着或歧视，因为在无数次轮回中，每个人都曾经历过不同性别的人生。正是如此，在佛法眼中，男女平等，
皆有佛性，执着于性别的优劣，只会增加轮回的束缚。真正的修行者应当超越这种二元对立，看到每个众生内在的佛性光明。地藏菩萨又带领慧能来到一处特别的空间，那里有7个巨大的门户，每个门户通向不同的世界。这些门户并非实体，而是由纯粹的能量构成，散发着不同的光芒和气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慧能好奇地问。这是6道轮回的枢纽，灵魂在此分别前往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和地狱道。地藏菩萨指着那些门户说，而第7道门通向解脱之路。慧能注意到，通往6道的门户前都排着长队，而通向解脱之路的门户前却几乎没有灵魂。那些选择6道的灵魂中，有的是被业力所迫，有的则是主动选择。为了完成某种未了的心愿或欲望，为何选择解脱之路的灵魂如此之少？慧能不解地问。地藏菩萨叹息道，因为执着。大多数灵魂深陷欲望和执着之中，无法割舍尘世的牵挂，即使是善良的灵魂，也往往选择投生天道享受福报，而非直接走向解脱之路。只有那些真正明了轮回本质，并下定决心追求解脱的灵魂，才会选择第7道门。慧能望着那稀少的几个选择解脱之路的灵魂，不禁感慨，修行之路如此艰难，能够坚持到底的实在太少了。是的，这就是为何佛陀教导我们要精进修行，不要虚度光阴。生命无常，能够遇到佛法的机会极其珍贵，错过今生的修行机会，来世是否还能遇到正法，实在难以预料。随后，地藏菩萨带领慧能来到另一个重要场所——因果审判庭。在这里，每个灵魂的前世行为都会被详细记录和评估，从而决定其来世的投生去向。这个空间宏大而庄严，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光幕，显示着每个灵魂的业力清单。在光幕前，有各种神奇和菩萨在审视这些记录，做出公正的判断。这一切并非由某个全能的神主宰，而是业力法则的自然运作。每个灵魂都在自己创造的因果网络中接受自然的反馈。慧能看到，有些灵魂因前世的善行而获得了投生为人的机会，有些则因恶业累累而被判往地狱或畜生道。还有一些特别的灵魂，虽然有资格投生更好的去处，却主动选择了更为艰难的环境，为的是完成特定的修行任务或偿还某种因缘。看到了吗？地藏菩萨说，轮回并非完全由外力决定，灵魂自身的选择也起着重要作用。那些有强烈愿力的修行者，即使被业力牵引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去向。慧能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灵魂，他的光芒异常明亮，却选择投生在一个贫困多病的家庭。为何这个光明的灵魂要选择如此艰难的人生？慧能不解地问。地藏菩萨解释道，这是一位菩萨行者，他选择这样的环境，为的是培养慈悲心和忍辱力。对真正的修行者来说，磨难不是惩罚，而是成长的机会。正如金子需要在火中锻造，菩萨的心也需要在苦难中磨练。慧能深受启发，所以我们今生遇到的困难可能不是惩罚，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修行课题。对觉悟者而言，确实如此。然而对凡夫来说，大多数苦难确实是前世恶业的果报。不同的是，觉悟者能够将苦难转化为修行的动力，而凡夫则往往在苦难中升起怨恨，从而创造更多的恶业。这就是为何佛陀教导我们要修习慈悲喜舍，因为这是转化苦难的关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地藏菩萨向慧能展示了轮回中的诸多奥秘。慧能看到，有些灵魂因前世的强烈执着而反复投生在相似的环境中，经历着相似的问题；有些灵魂则因为某次关键的觉醒，改变了自己的轮回轨迹。他还看到，性别的选择不仅与欲望有关，也与灵魂的发展阶段相关。一个灵魂可能需要交替体验不同性别的人生，
以获得全面的成长和理解。有些灵魂倾向于选择特定的性别，因为他们对那种经验更为熟悉和舒适，而有些则会选择陌生的体验，以挑战自己，促进成长。最后，地藏菩萨带领慧能返回中阴身所在的空间，指着那些即将投胎的灵魂说：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轮回的核心奥秘，欲望决定方向，业力决定环境，觉悟决定高度。每个众生都在自己创造的因果网络中运行，却误以为是命运的安排。慧能恭敬地向地藏菩萨行礼，感谢菩萨的指引，弟子今日所见所闻，实在震撼非常。这些关于性别选择和投胎过程的奥秘，将彻底改变我对佛法的理解。请问弟子应如何将这些奥秘运用到修行中？地藏菩萨慈悲地看着慧能。第一，明了性别由欲念所决定，修行者应超越男女之别，平等对待一切众生。第二，了解轮回的本质是自己的选择，不要怨天尤人，而应积极改变自己的心念。第三，珍惜人身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精进修行不放逸。第四，大悲平等，因为在无数轮回中，每个众生都曾是你的至亲。第五，常念无常，死亡随时可能降临，投胎的选择就在一念之间。慧能再次顶礼，弟子谨记菩萨教诲，愿将此生用于修行，以其早日觉悟，救度众生。地藏菩萨微微一笑，善哉，善哉。记住，轮回路上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。性别、家庭、环境，表面上看是命运的安排，实则是自心的投射。欲望如何，投生便如何；修行如何，解脱便如何。话音刚落，慧能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已回到山洞中，外面的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，一夜已经过去。慧能回想着与地藏菩萨的奇妙之旅，感慨万千。从此以后，他对轮回、性别、欲望和修行有了全新的理解，将这些领悟融入自己的教导中，帮助无数众生理解生命的真相，走上解脱之路。他明白了，性别并非偶然，而是灵魂层面的选择，与深层次的欲念紧密相连。这种理解让他对世间的男女之别有了更加包容和平等的态度，也更加坚定了修行的决心。因为只有通过修行，才能超越欲念的束缚，最终达到无性别的纯净境界。多年后，当弟子们请教关于性别和轮回的问题时，慧能常常微微一笑，讲述那晚与地藏菩萨的奇遇，以及他所揭示的轮回奥秘。他的教导启发了无数修行者，帮助他们理解生命的本质，超越性别的局限，走向圆满的觉悟。轮回之道玄妙难测，性别与欲念相连，一念之间决定来世。慧能经此奇遇，更加精进修行，终成一代禅宗宗师，将地藏菩萨所传授的轮回奥秘融入禅法，度化众生无数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，